这是比减肥营还要狠的。荒野独居挑战第9季来了，10位求生专家被投放到北极圈的拉布拉多荒原，寒冷潮湿的环境，加上各种凶残的肉食动物，想要赢得50万奖金还是有点难度的。这个女人刚出场就被直升机贝斯狠狠扑倒在地上，在镜头前也只能尴尬的笑了笑。别看她一脸狼狈的样子，背地里是个狠人。她叫凯莉，再过2年就60岁了，是一名原始机能教练，住的地方也是在偏远郊区，在这里吃喝都得靠自己解决。她还会制药治病。参加比赛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为了拿到奖金，创办荒野学所，顺便提升一下知名度。凯莉被投放到植物包围的空地里，看天色想要下场雨，她得抓紧时间找到地方搭建庇护所。这里常年下雨，地面就像海绵一样，要是碰到干燥的火绒，得多多收集。风越刮越大，留给凯莉的时间不多了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平坦的地方，打算用防水布和绳索搭建个临时庇护所，先将就度过这场雨先。隔壁班杰被投放到湿地区，他觉得在这里钓鱼肯定能收获不少，沿着海滩走过去，看看能找到什么。这边的环境和老家特别像，他毕业后就一直当狩猎向导，最擅长用弓箭狩猎，即使碰到熊他也不怂，想看看是这件锋利还是他皮厚。班杰还是个举重冠军，身体素质杠杠的，就看能否拿到奖金补贴家用了。这边的天气变化非常快，班杰却没有打算先制造庇护所，反而溜进丛林里面寻找食物。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地上的浆果。收集过程中，他听到有松鼠在吱吱叫，立刻拿起手中的弓箭，给了他一箭，轻轻松松就有肉能吃了。但是天空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庇护所还没搭建好，就开始下起了雨。班杰的好心情都被雨给毁了，现在全身湿透，还得想办法生火烘干。要是处理不好着凉，那真把比 Q 了。也不知道其他选手怎么样了。这个女人是个狠人，为了赢得50万奖金，连蚯蚓都不放过。她叫杰茜，现在是一名生存教练，曾经指导过军人如何在野外生存。无论是狩猎还是搭建庇护所，对她来说小菜一碟，就是想过来成为荒野独居首位女冠军，证明女人并不弱于男人。杰茜到附近看看有什么东西，很快就看到一条小溪，上面有不少熊的脚印，看起来还挺新鲜的。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，眼看天就快要黑了，他也只能在附近空地搭建临时庇护所，希望今晚不会有熊溜过来了。然而到了深夜，能够清晰听到熊的叫声，双方距离并不远，吓得杰茜整晚都睡不着，生怕突然被熊给袭击。凯莉这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整晚都蚊虫咬了个遍，现在浑身痒得不行。她带上弓箭寻找一个能长居的地方，因为有熊的存在，这边太开阔也不好，兜兜转转也没找到满意的，倒是看到有不少动物的足迹，沿着足迹过去，看能否猎头熊吃。熊没看到，松鸡倒是过来凑热闹，凯莉慢慢凑了过去，松鸡就在灌木丛那边，立刻拿起弓箭射了过去，没想到一箭就成功搞定，这么大一只，足够饱餐一顿了。回到营地将松鸡处理干净，放到锅里烹饪，要是能加点调料味道会更好。不过凯莉已经相当满意了，胡安就没这么幸运，食物没找到，只看到一堆熊粪。过来挑战前增重了60多斤，天天橄榄油配牛奶，实在有够狠的。还提前尝试100天模拟待在野外，那时还有女票陪伴，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了。他希望赢得奖金回去结婚。胡安找到一个较开阔的地方，搭建个简单的庇护所，只是用防水布和绳子弄出形状，然后再用些木头固定就行了。胡安还打算通过狩猎黑熊获取大量的肉，找大半圈都没看到，松鼠也没有看到一只，倒是看到有一堆废弃的罐头，正好能用来做成烟囱和炉火，只需要将它们修整一下，然后再组合在一起，看起来相当不错。还把绑腿供下了出来，这能够有效防火。具体效果如下，最后抹上粘土到上面进行固定就搞定了。不知道其他选手怎么样了。这个男人来到荒野独居后，一口气就钓12条鳟鱼，真的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摆放在那里。他还特意带了快盐过来，鱼肉吃起来变得更加香了。像这样厉害的选手还有9个，加上这届比赛食物比想象中还要丰富，谁能赢得50万奖金不好说。像杰克斯平时就躺着休息，肚子饿了就拿起弓箭到附近狩猎，松鼠就是他们首要目标。虽然肉并不是很多，但是能解解馋也不错。刚狩猎到一只松鼠，又发现有松鸡从眼前溜过，杰克斯立刻冲了上过去，这一箭成功命中，但是松鸡飞走了，不能白白浪费掉一支箭，跟着飞走的方向寻找，很快就看到箭头，上前查看，果然就躺在那里。这么大一只实在太棒了，杰克斯要弄一锅炖肉吃，松鼠搭配松鸡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尝试。
杰克斯是一名冰川导游，经常能碰到熊，他知道如何应对熊的袭击，布置陷阱、搭建庇护所都不是啥难事。他还在附近找到废弃的捕兽夹，虽然看起来有点老旧，但是还能继续使用。瞧瞧这杀伤力，抓只黄鼠狼完全没听。赛程已经来到第4天，伊戈尔睡在岩石并不是很舒服，防水布也没张开，只是包裹住自己。他这边没有找到合适地方，打算回到初始的搭建庇护所，所以说他这几天赶路屠杀。伊戈尔对自己狩猎的能力还是蛮自信的，平时就喜欢到野外磨练技术。前不久还参加野牛比赛，成功狩猎到。虽然选手都觉得自己能逮到自己，但是伊戈尔还是觉得自己可以。现在他要穿越丛林回到初始点，本来肚子就饿得不行，还要被周围苍蝇到处嗡嗡叫，一会的功夫脖子就已经被咬了几个包，要不是身上有点脂肪，他还真不想在这里溜达。4天了，庇护所没搭建，食物没找到，浪费大量的体力又回到初始点，自己觉得有点好笑。伊戈尔到附近收集一些海藻煮汤，暂时缓解一些身体疲劳，也不知道剩下的选手怎么样呢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